好，回到现场，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的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啊。最近他站在一排都是高阶将领的面前呢，跟着这些高阶将领、这些将军们啊训话。但是呢，这一番话呢，到现在为止都余波荡漾。他在现场呢特别说了一句啊，他说美国现在实在太多肥胖将军了哈，说这个体态你们都不自己先顾一下。还说了一句，他说如果大家不满意政府的新政策、新做法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马上走人。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了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叫做布希尔啊，他是开了第一枪，他宣布退役。之后呢，又看到了另外一位芬顿司令啊，他是特种作战部司令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他也宣布退役。那一个礼拜呢，就有2位离职的4星上将。好，那没有想到呢，这件事情还没结束。赫格塞斯最近又突然开除了他们的海军幕僚长，叫哈里森。那《卫报》是报道说，哈里森在上任以后呢，跟今年3月才出任海军部长的费伦合作，要专注在海军政策还有预算部门的全面改革。但是呢，报道也指出呢，他们2个人呢试图限制海军副部长的影响力。这个副部长很重要，因为这个职务呢，在传统上是在军种预算管理发挥很重要的角色。大家知道，到年底军方已经都开始在争取预算了，所以现在解雇这个，照目前的计划赫格塞斯还有再加上川普的支持，说要解雇超过半数的这个高阶将领，但是这会对于美国原本一直在强调的 military complex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Ross？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像其他的目前美国面对政治问题那么严重。比如说，目前美国政府是关闭状态了，对不对？然后民主党、共和党对这件事情不同意见等等。对。但是军方他们都是非常专业，对不对？那现任总统说我们要或战争部长，以前是国防部长，现在战争部长，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些将领都会跟着走，当然他们不会反对，像反对或不接受的话，他们就可以提早退休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总统或部长说我们将来的方向是这样，那大家都会跟着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好大的问题，而且国会刚刚有通过好大的国防预算不管是设备方面或福利方面都有大幅的成长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军方包含高层的将领等等人士都会配合。所以尤其是讲到人事方面的大幅削减，你认为是不会对于美国的战力造成影响的，对吧？我真的觉得，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你又怎么看接下来战争部他们所强调的，他们现在要改革美军？那不管是从软体从硬体你觉得美军现在面临到的关键挑战是什么？其实说实在，目前最大的条件，我觉得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战争到底是在哪里。那很多人认为是中美会发生战争，对不对？但是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也常常说，美国是离不开中东了，所以美国也是要在中东继续部署了。那另外因为俄乌战争，那北约国家也是一直向美国请求，美国也要在那边在中欧、东欧再增加部署虽然川普不太想那所以即使国防预算有增加了，或者有这个内部文化改革，就是部长觉得过去是太进步价值，要带进来一些保守价值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目前不知道将来到底在哪里要打仗，而且怎么做好准备。了解，因为听在这个一群新兴的心里面这个想说赫格塞斯，虽然赫格塞斯体态是维持得很好但是你说这个你们将军都太肥胖了，这不适合留在军中这有时候你身为一个指挥官，你心里面一定很不是滋味那现在其实对于战争部来讲的话，就人的部分的话，现在更强调是忠诚度那么《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五角大厦呢，他们还计划要针对超过5000名军职跟文职人员实施一项这个相关的
这个动作哈，就是大规模随机测谎，而且要求签署保密协议，避免机密的资讯外泄啊。你如果不够忠诚，那你就不要留在这个战争部。新的规定还有一项，就是进入五角大厦采访的，连媒体记者都必须要签署协议。就是限制呢，在这个 Pentagon 大楼的行动，而且承诺呢，如果是机密资讯的话，不会登报，不会刊登出来。如果拒绝签署的话呢，你的采访证就被撤销，或者是拒绝发出。所以言下之意就是防泄密，防得了吗？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其实最大的泄密者是赫格塞斯嘛。他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给媒体的，他在一个群组里面让媒体知道，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说你们别人不能泄密，可是他泄了很大的密，并且呢，我觉得随机测谎对军人应该是一种侮辱吧，因为他们都有密等的。你的机密等级是比其他你要签的任何的协定都更严格。今天你在美国的机密等级是经过了各种的 vetting， 你要很多层次讨论过了以后才有。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要重新让大家去签署要保密，是不是表示不再信任所有的人，以及既有的这些机密等级的这些分？它其实严格到，譬如说今天你要去一个卫星公司。你没有密等的话，事实上你不能进去参观啊。就是说，你什么人可以碰触到什么样的机密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你有国家的各种的法律去对军人去做追索。所以我觉得这个文人赫格萨斯他当过兵了啊，但是他的想法真的是很奇怪。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中间，应该就是在川普已经一统江山，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也在整肃中，包含了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的 Comey 都在被起诉的状况之下呢，他在司法上面呢手也很重。那接下来就是对军队，就是强化领导中心、重振军方文化，以及呢。简化决策机制，因为刚刚讲那个 John Harrison， 他的罪名是说他有个秘密的想法跟副部长的想法不一样。其实，在军方里面，你有连参作业，不同的人呢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你在你的体系里面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你才有连参作业的概念嘛。否则的话，你就一个人决定就好了。但现在看起来是要一统江山的，强化领导中心，改变军方文化，要绝对服从，并且呢简化决策机制，所有不同意的、反对的全部都要挪开。将来美国的军队会不会正如同川普现在所预示的？他说，我们不但是要对待国外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人所预示的啊。因为赫格萨斯说，我们现在打仗就是要变成战争部，我们不是只是防御，我们是要打赢。那同时呢，川普说，我们不是只有国外的敌人，我们还有 invasion from within， 我们还有内部的敌人。那么过去，无论是军方或者是就是 Coast Guard。或是其他的政府的部门，它的分野是非常清楚的。谁可以在国内去行动，是有非常明确的界限的。没提到内部敌人啊，因为最近不也有传出说，是不是在专门针对这个 Cheney？我觉得不一定那么窄，它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得到一个非常宽泛的授权，使得总统的意志呢能够很容易的下达到他想要下达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看美国在快速的转型，包含他过去的那些内部的分野，对于国内跟国外的这些分野呢，全部在川普的2.0中间已经轻易的越过了。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法官仍旧说呢，你不能到波特兰，你不能到芝加哥去把军队送到那个地方。那这些人能够等多久，能够抵抗多久，恐怕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困境。所以现在要建立的是川家军啊，这个聂老师怎么看？对啊，我们知道川普一上任就把他弄了一个忠诚内阁嘛，每次开会的时候，每一个都他讲什么，大家就忠诚，对不对？做什么都好，讲什么都好，什么都对了，对不对哈？但军中好像现在不是啊，他很担心，所以呢，召回了所有的将军，大家集中在一起。但当时大家就想到，这所有的军人回来就说，你是不是要裁员呢？因为他现在一直到处想到钱，要节省经费嘛，这些军人会害怕，所以士气呢，你说你要鼓舞士气，实际上是打仗的士气。那现在那个将领有没有从空？特种作战部队的陆到海，全部这样打击，你说这个士气是被打击还是提升？不过从川普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叫川意志，你要实行我的意志嘛。现在非常清楚啊，因为他其实面临到困境，他困境有内忧外患啊。
外面讲不好听，军人要出去打仗的。我们今天有那么大的敌人，越来越厉害，空军、海军，我们今天全部制造业空洞化。人家制造船，虽然人家只有3艘加3.5艘这个这个航母舰，我们10几艘，但我们都救了，对不对？10艘厘米之1艘福特。我们制造船是空洞，花1年造不出1艘，人家300多倍的造船量，他什么都怕了，所以他现在面临困境，他的霸权可能维持不了，他必须要实行川一致，他认为他才有力量去打击。第二个就是他讲的内部嘛，他觉得内部也有反对他的声音，他就很怕。你刚刚讲不管前提加入等等，其实他的很多想法就是他要掌控全部，他不能被有任何。